易信任的友情，该破碎的友情常被我们捆扎、粘合着，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却又常常被我们捏碎了。两种情况都是悲剧，但不该破碎的友情是那么珍贵，它居然被我们亲手捏碎，这对人类良知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。可以把原因归之于误会，归之于历史，也可以归之于性格。哎呀，你好啊！那天晚上你怎么没来？生病了吗？严重吗？都好了。哦，我就是问问，毕竟这2、3年才能碰到一次流星雨，有点遗憾。也没什么，不过就是几颗流星，转眼就看不见了。是，那天下雨了，我们也没看见几颗。你等我很久了。不算等，我们是被雨困在亭子里。当新文化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呢，俄国的10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我们中国送来了马克思。在1918年啊，李大钊发表了把俄革命教官、书名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，说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。南雅，南雅，你等等我。南雅，南雅，下个月智力竞赛你去吗？不去。你反应那么快，肯定能拿好成绩。以后我的事儿，你不要管。哎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刚才吴秀兰给南雅退学了。看见了，刚从校长办公室里出来。我妈会愿意供她上大学？哎，她爹晚几个月死，估计就上了。啊，他那个成绩给我就好了，浪费了。咱们还是商量咱们的志愿。我已经去工厂上班了。你看，这是我的工服。工厂还好吗？你说呢？我终于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。林梦露，别再跑了！多少钱了？你想清楚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我要回去。林梦露，你不要意气用事。我不是意气用事，我必须要回去。我不能看着他在这么一个小厂子里面待上一辈子，
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人家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谁也改变不了谁的命运。我明明可以帮他的，是我太懦弱了，到最后连一句喜欢都没有说出口。我眼睁睁看着他被退学，我明明可以带着他离开清水镇的。对，我要带着他离开清水镇。你要去哪儿？完成我的债。林芳路，你冷静一下。我怎么冷静？为什么？林芳路，别矫情了。林芳路，你听我说。什么？你就是个大学生，你有什么？你有钱吗？你有能跟他调动关系的人吗？你有可以让你任性胡来的家庭吗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成什么的？你能养得起他吗？还是你能给他介绍工作？档案没有，户口没有，他来了只能干个临时工。你觉得比他们工厂能好到哪里去啊？从他退学到你被大学录取，你们俩的人生已经不在同一条道路上。他整个家庭就是一个脏乱的大漩涡。或者这样的感情，你未来的路会无比的艰难。别说什么理想抱负，光是应付他的问题，你就会被生活给拖垮。那难道我就让他自己一个人陷在泥潭里面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管吗？你管不了。失恋的痛苦转瞬即逝，但是人生的选择只在一念之间，却影响深远。如果选错了，你可能要用几年的时间去埋汰。你为什么不能给自己选择一条简单的路呢？啊？你自己想想吧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是谁啊？干什么的？县刑警队的，找你了解点情况。哦，我马上下来啊。哎呀，我们这有快1个月了吧，不营业了，没人来，老板不给钱，这里也没人干。这开了有多久了？有好多年了，我就负责看店，平常生意也不好。挣钱吗？嗨，挣个屁的钱呀，年年亏。我也劝过老板了，这么个地方，地段这么差，还不如开个小卖店，哪里会有人到这里来吃饭嘛？但是老板呢，有钱人无所谓，把这里盘下来，哎，就给忘记了。你看看，你们老板是这个人吗？不是，我们老板姓徐，叫徐坚。徐坚。徐坚，他我倒是记得，他来过几次。这2个人来吃饭的时候，店里还有其他的客人吗？没有。
他们聊了些什么？当时上好菜就叫我们出去了，聊了有多久？1个多钟头吧。后来呢？后来两人就上车走了。同一辆车吗？不是，2辆车，一前一后。你们老板最近有联系过你吗？有联系，叫我关门走人，说是没钱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走？我打发了工人，自己还要找点事情干呢。我呀，还没有想好去哪里呢。这个店从开业到现在，你一直在这吗？啊，装修都是我盯的。以前啊，这里是个修车厂，那修车厂啊还能挣点钱，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跑长途的。你说扎个钉子，漏个油，都说不定的事。非要搞成什么饭店，这一天呢能有2桌客人，可都不得了了。这个店盘下来几年了？5年吧。5年？啊，5年。我饭馆是那年盘下来的啊，他要的非常急，说马上要盘下来，以后有个商量事的地方，但他全程都没有出现。我劝过他，我说盘下来可以，但是那个地方呀，干修理厂会更赚钱一些，而且工人都是现成的。他说不图赚钱。这以前的修车工你还记得吗？那哪记得呀，都是外地的，早都走光了。好，我记住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好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领队，查着了，老师，我查着那个修车厂还有一个人没有走，他叫吴三桂，他在旁边融水镇娶了一个老婆，就留在当地开了那个麻将馆。你看，这是他资料，然后地址在这里。刘三桂是谁啊？三桂，哎，有人找。李三桂啊？啊。找你了解点情况。是，确实是他，他确实来过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啊？这个人我印象特别的深，他挺奇怪的。当时我们修车厂上山的那条路正在修，不让走车，他可能从那儿走过，结果呢轮胎被扎了。大晚上的我们怕修不好，就让他把后备箱打开，看看备胎，给他换上。他说没有备胎，硬是不给我们打开后备箱。哦，对了，当时车上还坐个女的，就是不肯下车。是他吧？没看清，那个女的没有下车，害我们折腾了半天，车也没修好。最后那个男的说：“你随便修一下，只要能开就行。”让我们打满了气，后来就走了。我看他勉强能够开到镇子上。你还记得具体是哪一天吗？大概是我们店关门，3天前的晚上吧。别过！白天，哎，真的。
哎，怎么样啊？没有，水下的进度太低。如果师弟在水里，他早就浮上来了，不能一直沉在水里。这个我们其实已经想过了，就是可能有中午的才能坠住的尸体啊。如果尸体都在淤泥里，是不可能发现的。我们再试试，好吧，再试试。好的。好，辛苦啊，辛苦。坏了，生活。也许就没有藏在这儿，也不是他们两个人杀的。我还是要谢谢你，算是了了我的一块心病。现在成我的了。也没什么遗憾的，我们都尽力了。队长也是破天荒的踢了，我这辈子啊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。捞不到，也算是一种谜底吧。小队。刘英雄，哎，收队！找到了！哎，老陈，你不能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等会儿啊！慢点。往这边，往这边。这样除了我的。发现一个证据，流长水。哟，头发有点这么着嘞。流长水，这司机怎么在这儿？嗯，送法医鉴定。收队吧。收队！这还有一个。经过鉴定，这两具尸体确实是刘长水和胡立凡。刘长水的死亡时间初步判定是在1个月左右，很可能是在他携款潜逃之后没几天就被人杀掉了。而胡立帆的尸骨呢，很难判断出具体的死亡时间，因为长期泡在水下嘛，微生物啊、水质啊都会改变很多东西。据我判断，至少已经超过5年了。你说这刘长水呀，这1个多月怎么腐烂成这个样子？但胡立凡怎么就这样了？形成这种蜡化的保存型尸体啊，是非常偶然的。即使在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将两具尸体同时抛下去，得到的结果都可能完全不一样。从颅骨的情况来看呢，两人均被重物敲击过，但是刘长水是死于窒息的。我们在他的鼻腔和口腔当中发现了湖水当中的藻类物质，因此我们判断
刘长水是被敲晕之后绑上巨石沉湖的过程当中窒息死亡的，而胡丽帆的颅骨呢呈粉碎性，可能是死于颅脑损伤，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，因为他的器官组织已经消弭，无法做出最后的结论。从作案的手法上来看，两者几乎完全一致，所以很可能是同一人所杀。从目击证人和作案动机来判断，这个徐烨是第一嫌疑人。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，不过可以做 DNA 检测，但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，做不了，要送到省里面去。这没问题，我来解决。刘长水很可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重击倒地，两者没有搏斗的痕迹，而胡丽帆又已经失去了比对的条件。那现在这个案件突破口就只能在南亚了。对。17岁那年，胡丽帆把我强奸了。南雅，你上哪儿去？南雅。你上哪儿去？我受不了。不是，咱先把饭吃了呀，啊，是不是？先把饭吃了，来来来。先把饭吃了。行，吃饭吧。对着你我恶心。我听说茶厂招工了，过2天我给你报名，你就不用上学了。我不去工厂上班，我要上大学。你上大学，你爹1分钱也没留给你，就留了一屁股债，谁供你啊？你撒谎！那不信你搜啊，搜到算你的。前面那块地还有这个房子都是我们南家的。因为当初我凭什么嫁给你那个酒鬼爹呀？窝囊废一个，还不就是因为他许下这个房子给我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个房子是你爹许给我的，你就别惦记了。你还上个屁学？你上学？胡丽帆，你以为你活在什么时代呀？你要是想娶我，你就想好你每天晚上怎么入睡，因为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我杀死你的那一天。你听你哪儿都不想去。放开！你信不信我去找我爸，让他给你抓去蹲几天？嘿，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！我知道你当着胡秀的面就想逞强，谁死了爹不难过呀？要想哭就哭吧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哭，至少一点不想为他哭。他根本不配做一个父亲，我绝对不会为他流一滴泪。
么这么难啊？只要想开点儿，就不会那么难的。没用的，我斗不过他们，我考不上大学了。不哭了啊，不哭了，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不哭了。以后呀，就住在我们家了，给我当调工给你，好不好啊？快吃，哎，好吃来吃，尝尝。我跟你说啊，清水镇哈最好吃的菜啊，你哪里都找不到，就在我家里。吃完了饭呢，我跟你去搬家哈。哎呦呦，不难过啊，不难过。以后你那个家就不回去了，省得看你后妈的脸色。哎呦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，快吃吧，来吃饭。这个，快吃吧。别了，别！我让我留下去，你还想什么去啊？我睡过呢。你睡过呢？什么时候？快！来，快讲。没意思啊，还不如等我表姐。这身材这么好，没意思啊！我不信啊。其实你住在我家不也挺好的？你这也太冷了吧？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在工厂反而能攒钱。3年，最多5年吧，我就能读完大学的课程，然后还可以读研究生，我就能离开清水镇了。在这儿，哎呀，叫你老半天了啊！快上车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别问了。啊，快上来吧，走吧。From a sample that's tens of thousands times smaller. 研究人员。哎。停电了吧？
病啊？为这点事儿值当吗？你闹什么幺蛾子啊？老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你问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我干活呢。轻点，轻点。慢点。你弄我。好了吗？怎么这么辣？清凉油抹眼睛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挺大人了，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净给我添乱！我今天过生日。我不就是喜欢你吗？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，你赶紧嫁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别在这我耽误功夫，啊！你好好的呢，咱俩还能当哥们儿处着，你就这么闹，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没有。把袋子给我留。梅国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临江医学院站下车。出租车。坐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，
今天6时，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。到明天14时，宁江市将持续遇加雪，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。卫队，你可来了！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。来，让一下。没人走大事，要支持一下。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好不好？互相配合一下。包所，往后退。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。大家好，来了啊。情况是这样。今天上午5点15分，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，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，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。什么东西？去看看吧。走，走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是什么肉？疑似部分人体组织。据说的这一片的清洁工讲，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裹得很完整，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。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，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烧了水，打算给肉解冻，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。二哥，2个组，3件事。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，让咱们刑警做主导。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，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。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，一个一个查。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，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卫队，又冒了。哪儿？
四坡路。3队上车。同学们，因发生重大案件，今天的课暂停一次，大家自行复习啊。陈勇，去那边看看，了解情况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？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。人命关天啊，希望你认真配合啊。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你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不跟你领导说。什么时候清的？我前2天滑了一跤，在家里歇了1天。所以哪天清的？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。前天24号。好，哎，你先去吧。来，24号，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。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，至少还有60-70斤不知道在哪儿。二哥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？比方说23、24，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。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？很有可能。那这垃圾这个，老包，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，一般是归置到哪儿？哎呦，真是。这样，我赶紧安排人去问。赶紧。这个包明显比高架桥那个包要重得多。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，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。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，至少是个自行车。咱这么着，假设是豆芽桥、四坡路，往西颐和南路，往南华中路，这是分进路是吧？对。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，近的用手提，远的用交通工具。那豆芽桥这儿，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。咱们这样，往前推，时间拉长啊，5天。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，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，明白吗？3。情况怎么样？结合刚才豆芽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。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。你现在就是说，在假定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。根据牙齿的情况，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。有多年轻？15到35岁之间。面太宽，你给我收点。不是，它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收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20到25的概率最大。性别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。好，明白。谁让你来的？水库看好了？是。对。目前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，你讲。是，碎尸案，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，剩下的都没有找到。附近4个派出所，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，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。这样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就由你来指挥。是。
你怎么的？还想继续看水库吗？三队同志呢？三队的，过来过来。三队的同志，一人进一个队，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。别愣着了，行动！是。咱们去那边。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。廖局，哎，老顾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克，我们认识。好久不见，老吴。日子过得真快啊，10年了吧？开始吧。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。死者是谁？死者的性别、身份、案发的时间、杀人的现场在哪儿？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。再加上外面，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，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。吴教授，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，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。你怎么看？就是你。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。那我们这是碎尸，比较麻烦，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，拼接一下。另外，同时呢，全市拉网，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，逐一核实比对，找到死者身份信息，再找他的社会关系，从内往外，核心到外延，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，但是大方向跑不了。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。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，受害人不仅被分尸，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，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。那吴教授，您的意思？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，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，当然是要继续做。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，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。您是说要设卡是吗？对，不是。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结这个网，你往哪儿撒？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？听之前吴教授怎么说？哎，他说的也对啊。单是设卡的话，那真是像大海捞针。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想啊，如果这罪犯没跑，在家里边，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。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，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，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，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，还有线索，是吧，吴大师？好啊。不是，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？谁不让你找了？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。要分个主次，我分得清主次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，问题是次的，你们能给我多少人？谁说你是次要的了？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？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、设卡的警力布置，剩下的全都给你。那可以。好啊。宋哲，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？是这样，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。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，最少需要150人。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，真的200人，设卡拦，然后人没到的时候，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，不完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会没开完呢。不是，
这个会我看明白了，我要再开下去的话，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，对吧？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，芝麻你们还捡不捡？芝麻不但要捡，一粒都不能给我少，知道吗？3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干什么呢你？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。是啊，宋哲在就够了，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。咱不管他那个，我们干我们的，找石块还是第一要务，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，再不找来不及了。几位领导，我问一下啊，因为每天离开咱们泥江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的？这种程度的分尸，其实是很难办到的。因此，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，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。他还需要独立的、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找个人捎给我师傅。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。好，走。就咱们3队，一个都不给多配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人多也不一定就强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别说150、200，你2000、2万个人给宋哲，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。有的时候，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对吧？是对。走吧。你们干嘛的？你好，是刑警队的，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，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没接到领导通知啊？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。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脸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我得劝你们几个。哎，您就开门吧。不觉啊！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哎，不觉，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。谁瞎传了这闲话呀？啊，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。顾局，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插手咱们的案子。不会吧？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，这太不合适了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不是来办案的？顾局，大伙儿都要去支援卫队。对，到底要搞什么？你们？顾局，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。发动各单位、街道、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，缓解警力问题。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，重点询问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。啊，是。哎，廖局，
啊，老顾，有事吗？有点事跟你说。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，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，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。你说说，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？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？是，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廖局，任何侦破工作，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，运气也是缺不了的。做，就他那运气，完了啊！我走了。这里边能有石块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全下口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。从侦办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。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？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？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？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你说这不扯淡呢吗？人家是专家，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？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！你看人家宋处兵强马壮，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咱们还叫哀兵必胜，咱们以少胜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顾局，我正好要找您。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啊，现在尸块啊没找全，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们已经抛完了，咱们没有找到；第2种呢是还没有抛完。如果是第2种情况的话，他就要急于的出手，我们可以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啊？那你是想梦中捉鳖了？对，小子可以呀。哼，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，大胆做就是了。不是，这是吴教授的建议。这是咱们的案子，还是人家的案子？当然是咱们的。咱们的案子，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主张？有是有，但是我是觉得人家毕竟是专家呀，又是教授，听听人家的意见没什么坏处。优柔寡断、磨磨唧唧的，你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不是？记住喽，越是在关键的时刻，越要自信。在这一点上，魏国平就比你强，但是他是太过了，你是太软了，2个人都不到位。我告诉你，一个案子的主办人，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，更要结合自己的调查，拓展自己的思路。关键的时候，要命的当口，果断的下判断，知道吗？是，干活。哎，瞧你这点出息，是。来支援了！高阳，是吧？高阳，除了总厂保卫处的同志，还有1分厂、2分厂、3分厂。好家伙，这家底全折腾过来了，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！保卫人民生命财产，怎么能少了我们呢？你这次就是不求助，顾师傅早就给我交代了，他是很心疼你的。给大家下任务吧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现在我下面要说的话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事儿，麻烦大家帮我们一概对外保密。啊，因为什么？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帮忙的是，进到这个垃圾堆里，帮我们寻找到人体组织。尸块吗？没错，就是尸块，以及找到尸块周边的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案件有牵连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。要是害怕的、忌讳的，或者家里边有老人、孩子不方便的，尽管提出来。
可以回去，我们完全理解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咱们进去之前，丑话说头里，问问大家的意见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添麻烦了。哎哎，等着您表态呢。是男人放个响屁，行不行？怎么样？行。走。谢谢大家了啊！谢谢。宋总，哎，新的讯问笔录啊，去吧。您看一下。不用了，每份笔录按时间线排序，交叉比对，尽量详尽地还原具体情况。明白。这查过的混在没查的里边，这也没地方。这么多人在这翻，都乱了套了。二哥，这什么地方？112厂，早倒闭了。哦。我们现在啊，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儿了，得想办法去问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师傅。站长，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，是吧？都没错。师傅，你们人多，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、26号这部分清出来，好吧？程勇，你带组人，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，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。然后是22号这一片，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的，直接贴着它，从东面开个口子，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。等这2部分都清完了，地方也腾出来了，咱们再回头清23、24号这2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光找石块，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，好吧？好了，开走了。别动！后撤！江东宁江市。应该没有这个市字。宁江什么分公司？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。兄弟，你先靠边喘口气。好，没事，我还行。我叫技术科的人，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。啊，再弄点感冒药过来。好嘞。啊，怎么了？说，小王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，说有维协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。大哥，哎，我跟他去一趟，你把这趟看好了。好嘞，赶紧让技术过来。离开那个，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，明白吗？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，过了晚上10点，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。22号夜里吧，那时候雨刚停，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最旱的事儿，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，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，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。那个时候我把最旱的事儿处理完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，大概是3点多1点吧。他去哪儿了？哦，往那边去了。哦，奔市区了。对对。
当时他看见了你了？应该是看见了。啊，你穿制服了？穿了。好，填车了。哎，感谢，辛苦，谢谢。这里边再查查去。这里头查？不是头，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，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？人刚才怎么说的？这人过去又回来，都是从他们眼皮里过去的。人就穿着制服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，怎么还可能住这儿？啊，对了，头，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，派出所的同志全都翻遍了，结果呢，啥都没有。就像你说的，他可能对这地不熟，没找到垃圾桶，他就没抛，带着东西就走了。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？能带来带去的跑？那就算那里头有啥，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，不回队里？你现在啊，帮我一忙，啊，做好一件事，啊，这啥事儿？把嘴闭上。好。这3条路走哪条？这店可太容易藏东西了，找都不好找，一点火什么都没了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，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。